现在有报道说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究竟是在今年11月8号中期选举之前，还是之后正式宣布参加2024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想再战2024啊，这不是什么秘密。在中期选举前宣布和在中期选举之后宣布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特朗普真的参加2024美国总统选举，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戏吗？金先生。应该讲呢，它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啊。这个你看，上次2020年选举吧，他其实就跟着那个当选的这个拜登总统就差了几百万张票嘛。所以双方很接近啊，他社会基础还可以。那么现在在党内呢，他支持率也比较高。那能不能赢得大选呢？应该讲，几率不是很大。我看那个美国的这个建制派啊，会团结起来，会对付他，包括那个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会团结起来对付他。某种意义上讲，16年他当选呢是有点意外，是吧？大家都说美国国内啊存在一个 deep state 啊，叫深层国家或者叫幕后政府啊，就包括华尔街大佬啊、政治大佬啊。那么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是个政治外行嘛。那么16年呢，就是有点低估的特朗普的能量，给他赚了一便宜啊。一旦这个建制派团结起来，我估计他机会是不大的。今年11月8号的美国中期选举，显然也是对拜登的一次期中考试。拜登如果不选的话，民主党会有什么新人出来吗？还是说最终还是得另外一位老人，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再次上场？金先生。是这样，就是拜登总统呢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他要连任，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悬念的。但是能不能连任，现在还是有障碍的。我的直觉呢就是拜登会连任，但是机会小啊。至于说那个希拉里老太太呢，重新出场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呢应该还是会出现新人。现在我看美国那个舆论吧，到今天啊，因为以后会变，以后怎么说不知道。那今天呢，他们还是倾向认为，就是2024年最有可能出现的还是那个共和党方面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民主党方面是加州的州长。两个这个中年白人男性竞争，这个可能性最大。如果特朗普确定了2024参选啊，那么特朗普影响会不会在中美关系上提前发酵？这种影响其实一直存在。特朗普对共和党最大的贡献就是使共和党工人阶级化，在选民构成上使拉丁裔聚拢，同时在价值观上使共和党变成一个愈发社会保守的政党。总之，无论是从政党重组，还是保守派迭代的需要出发，亦或者是备战2022年中期选举，或者是24年大选，与中国对抗都牢牢扎根于共和党的政策议程当中。如果共和党今年夺回国会两院多数，不排除他们会提出对华更激进的一揽子竞争法案，这也会给拜登未来2年的对华政策施展造成更为严正的约束。其实关键是取决于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这个共和党把这个参议院、众议院都拿下的话，民主党只剩一个总统，那么民主党其实他的日子很难过，那么他的政策那就有可能去突击这个把这个跟特朗普不一样的事做完。但如果他2个院还能保留1个院，这意味着他在内政方面还是可以有作为的，那他就可以用对门开店的方式来应对特朗普这种压力。特朗普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美国盟友的这些心理冲击啊，可以说阴影犹存。如果特朗普宣布再战2024，这是否会对美国的盟友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呢？金先生。就特朗普先生呢，他代表了一种思潮，叫民粹主义或者叫民众主义啊。他执政4年，他推出了19个这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嘛，然后跟那个欧洲盟友关系相当不好。所以如果他再出山，我想肯定对那个美欧关系是不好的。然后美国与其他地方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化。但是他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如果再上来嘛，美俄关系和解倒是有机会的，是吧？那万一他真又成功了啊，那么一定会对那个现在的拜登外交有很大的冲击。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盟友对这个与美国进一步合作现在有点犹豫的原因。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就是
特朗普重新出山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因此这个他的盟友啊，还有他的伙伴呐、对美国外交啊下一步走向总是有点犹豫的。于是他们跟美国的合作总是有所保留。日前的一项民调显示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会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最大的竞争对手。7月15号呢，特斯拉和太空探索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倾向于在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投票支持德桑蒂斯。那么，这位德桑蒂斯是怎样的一位政客呢？他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吗？陈先生如何评估他的政治前景？德桑蒂斯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原则的保守主义政客，他政治上的出道最初是跟着茶党起步的。他在国会众议院担任过6年的议员，默默无闻，仅有的亮点是他一起创立了国会极右翼保守派俱乐部自由连线。他在国会从不和别人多啰嗦，永远是耳朵里塞着耳机，目中无人，所以朋友很少。但是他政治洞察力很高，现在包括共和党建制派和右翼都觉得他不错。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利用特朗普产生的所有右翼民粹主义能量，却没有特朗普性格缺陷和包袱的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能够在热点社会问题上既能展现特朗普的好斗，又能利用政府权力作为文化战争的工具，这样的一个实干派。所以人们把他称作完美版的特朗普。如今特朗普背后的金主纷纷都开始转而支持德桑蒂斯，这也是特朗普如此害怕德桑蒂斯的原因，想要尽快宣布参选。特朗普啊，似乎有意把德桑蒂斯说成是自己的小兄弟。据特朗普说啊，德桑蒂斯在竞选州长的时候，原本支持率只排第3，是因为自己为他背书了，为此才窜到第1。另据 CNN 的报道呢，特朗普此前曾经告诉自己的顾问，他相信自己会在党内初选当中轻松击败德桑蒂斯。这是吹牛吗？张先生如何看特朗普和德桑蒂斯之间的竞争？那么在不久前，在6月份的时候呢，共和党内部搞了一次这个民调，发现呢，德桑蒂斯在党内初选里面的支持率是70%多，特朗普呢只有60%多，德桑蒂斯比他高了10个百分点。所以现在特朗普就瞄准德桑蒂斯，他不完全是攻击德桑蒂斯，他是故意的在德桑蒂斯面前营造出一种大哥的形象啊，呀，这我是大哥，你是小弟，没有我，你连这个州长可能都当不了。这两个人非常不一样。特朗普是个富翁，他的身价可能30多亿，德桑蒂斯是一个标准的穷人，他的这个全部身家据说只有30多万，特朗普是他的1万倍。那么这两个人在一起摆的话，他确实代表着美国政治的两个极端。那么到底谁占优势？我认为要看这个整个美国大选之前的经济走向。如果这经济走向好的话，特朗普这个钱的事儿对他影响就相对小。现在共和党实际上也在放出要弹劾拜登的风声。张先生，您认为共和党放这个风意欲何为啊？这个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那没有的话，这个共和党为什么要放这个风呢？它其实是一种对冲战略，因为你现在民主党人说我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要被弹劾，污点非常多，那么我就来告诉老百姓，你的总统也是有可能被弹劾的，因为这种讲白了，那就是这个往特朗普身上再加一点罪名影响不大，但是往拜登身上如果能加一点罪名，就影响就非常大，就抹黑比较容易，这个辩白它就比较困难，这可能是这个共和党人考虑的一个策略。在年底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拜登会怎么干？尤其是会不会在中美关系上做一些激进的，甚至是冒险的动作呢？金先生，我的理解呢，就是拜登呢，当然还是希望现在先把国内稳定下来但这块挺难所以很有可能就下面几个月他可能在外交上突破最近不是他跑了欧洲，跑了中东，对吧？那个又跑了亚洲他其实外交上也挺努力了，好像成效也不是很显著所以他肯定急是吧？内外都想干事但是真正能拿出成绩现在不好说现在我看展望全世界真能帮美国也就是咱们中国真金白银我们实力很强的这个，所以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就是他肯定是着急了，
现在这么低的民意支持率啊，未来那个中期选举前景又不好，是不是？我说他急啊，他肯定想内外办事啊。但我的直觉啊，哎呀，很难。无论是内政外交，取得真正的成果非常难。7月14号，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就说呀，美国将继续在中东发挥领导力，不会允许中俄填补真空。金先生，您如何看这一表态释放出来的信号？他的这个表态，第一是傲慢，第二是不自信，然后这个效果是其实对美国的形象啊不太有利。所以我看我们外交部发言人马上就讲了，这中东是中东人民的，它不是你美国的。现在他在中东影响肯定是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对中国、俄国影响的扩大，就比较担心。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不是出来讲了吗？不是真空，我们是桥梁。这其实就跟美国这个表态就不一样了。美国国内经济也面临严重问题，甚至很多事情呢，它是有求于中国的。所以美国现在想要全力打压中国，它在能力上是否支持呢？美国国内的两党博弈、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打压中国的能力。例如，在对华创新竞争法案上，两党虽然在对华问题上有共识，但一旦牵涉到具体利益，双方的博弈就开始了。特别是一旦有其他更优先的国内议程，对华竞争法案又不得不先靠边站。中美的深度交汇和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都使美国短期内很难全力打压中国。前不久美国财长耶伦还对外宣称，他和中方谈了关于给俄罗斯原油进行最高限价的问题。那么怎么看耶伦的这个话？我们会和美国商谈给俄罗斯原油限价的事儿吗？张先生，中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那么我们其实要面临很多的来自美国的压力。那么我们每进口石油里面有一种新成本，叫做国际政治成本来自美国的国际政治成本。那按照商业的对等原则，这个成本也要加到油价里面去，也就是讲俄罗斯必须在油价上给一个很大的折扣，来对冲中国面临的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另外，如果中国是用一个限价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其实对我们与美国打交道也非常有利。你毕竟中国经济对美国、对日本、对欧洲的依赖性要远远大于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度。还有关税的问题说了半天，美国到底是不是想减关税？事实上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还将加大对华出口管制。陈先生怎么看？美方对华所谓的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关税显然是合作的一面，而出口管制涉及到供应链和经济安全，显然是竞争的一面。就关税而言，考虑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拜登政府当然想在日常的零售商品方面减关税。对华出口管制方面又有两方面考量：一是继续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其在国内加强科技投资的创新竞争法迟迟不通过，眼看中国的发展就要超越，因而只能变本加厉，利用出口管制手段对付中国，能延缓中国发展多久就拖多久。二是考虑到俄乌冲突的背景，也是借此希望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欢迎回到决胜高点，我是克奇。拜登上台1年半，中美关系好像也没什么好转。说到底呢，共和党、民主党，无论哪一党的候选人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实都不大。同时呢，俄罗斯跟美国掀了桌子，全面向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发起挑战。而且呢，金先生也说过，俄罗斯的挑战很有可能成功。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看，我们对美外交的心态、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方法论，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全面重构呢？金先生，那么现在呢，这个美俄关系呢出了大问题，对吧？这个俄乌冲突本质上是俄美冲突嘛，俄罗斯会付个代价，但是美国这个体系也受到冲击那个最后应该是个两败俱伤的事儿嘛。那么咱们中国呢，现在这个原则上应该还是中立的吧？所以我的理解这样的主要还是这个先把国内发展好，外交上呢稳扎稳打吧。中俄关系这个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呢尽量斗而不破。我觉得掌握这些分寸简单一点就是两句话：第一，美国变了，从这个党派之间有差异，变成形成了跨党派的共识，我们失去了抓住关键支点去影响美国的能力。第二个，美强我弱的基本格局也没有变，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背景。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美国政策的思路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与变化，从更高的战略定位出发，不要被战术上的点点滴滴的得失所困扰，这才是我们重新构建对美政策的思路。美方现在所有的外交行动，其基线都是要对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使全球与中国脱钩。对此，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惠及全球的政策来与世界打交道，让世界看清美方分裂世界、制造封闭的真面目。不负责任的霸权最终也将被世界抛。近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要复出的消息再度传出。他告诉《纽约杂志》，他仍在考虑应在何时宣布参选2024美国总统选举，可能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或之后宣布。这说明特朗普再度参选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至于宣布的时机，据特朗普身边的一些顾问透露，他本人非常纠结，每天都在变化，一会儿告诉我们要抓紧宣布，到了下午一切又变了。特朗普究竟在纠结什么？已经卸任总统2年的他，人气是否依然高涨？他又能否真的东山再起呢？据美媒报道，目前特朗普已经开始物色竞选团队的领导层，特朗普的助手也已经开始为线上和线下竞选活动进行筹备。此外，特朗普也已经与捐助者开始讨论2024年的竞选策略。有消息人士暗示，特朗普可能不事先与共和党内高层沟通，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参选计划。此外 CNN 称，特朗普将于7月26日重返华盛顿，出席非营利组织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美国优先议程峰会，并发表讲话。这将是他自从去年1月卸任以来首次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曾经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康威等人也将到场。熟悉会议安排的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肯定会谈到所谓第2个总统任期的政治议程。据美国政客新闻网7月13日报道，特朗普最近几周已经在美国休斯敦、纳什维尔与拉斯维加斯举行了多场宴会，悄悄召集一批最富有、最具名望的支持者参加，为参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出谋划策，讨论他应该何时宣布复出。据报道，这几场非正式晚宴并不是单刀直入2024大选主题。据与会人士透露，虽然宴会是由特朗普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拯救美国主持，但主要议题是畅谈特朗普对于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计划，并获得支持者的反馈意见。而且，尽管许多与会者都是特朗普的重要金主，但晚宴的主办方并没有与他们谈及资助话题。即便如此，大部分参加晚宴的这些共和党政客和金主都期盼特朗普能早日复出。报道称，6月在纳什维尔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格雷厄姆就告诉特朗普，他会全力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但特朗普需要尽快表明参选意图。7月8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另一场晚宴上，以特朗普的老朋友、美国知名赌场大亨菲尔鲁芬为代表的支持者们也强烈建议特朗普再次竞选美国总统。唯一的分歧在于，鲁芬和多数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应尽快复出，另一些人则主张等到中期选举结束。不过，面对鲁芬等支持者的意见，特朗普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只留下一句：“让我们走着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任燕言表示，特朗普不断在释放参选消息，一是为了震慑党内潜在对手，二是为了对冲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引起的一系列丑闻。如果他要是再次竞选总统，那么是否对他提起刑事指控，何时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这一系列的决定都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他想要对冲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他进行的听证会的调查，同时要把他塑造为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陷害和猎巫行动，这就是他的动机。那么他纠结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特朗普的自己人，就是他之前的竞选顾问也在劝他，就是希望他不要去过早的宣布。那如果特朗普加入了呢，就会变成对特朗普的公投。就如果共和党在中选当中表现不佳的话，
那他就会成为背锅侠，他就认为说大家被特朗普给拖累了，所以这也是他自己比较纠结的原因。任燕言指出，如果特朗普过早宣布角逐总统，竞选资金也是未来将要面临的难点。目前，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账面上已经有超过1亿美元。根据联邦竞选资金规定，特朗普如果宣布竞选总统，就不能动用他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措到的1亿美元，而是受到每人2900美元捐款上限的限制。但据说特朗普团队非常自信，对于筹款限制不是非常担心。如果特朗普要参选的话，第一，他的经常账户呢就不能代表他去支付超过5000美元的任何支出，也就是说投放广告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所以特朗普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他也说过，咱们从这个竞选财务法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还不应该过早的去谈论我要不要参选这件事情。第二呢，如果他要参选，那根据竞选法，他会限制特朗普在媒体的一个曝光率，那这个特朗普也是不愿意的，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公众 attention 的一个人。Do you miss me yet? Do you miss me yet?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right by your side. But they're going to find out the hard way starting on November 8th, and then again even more so on November 2024. They will find out like never before. 实际上，自2021年1月卸任之后，特朗普依然马不停蹄地到各州发表演讲，抨击民主党、调侃拜登等等。每次演讲现场都非常火爆。不仅如此，特朗普还会时不时暗示他要参选2024。We did it twice, and we'll do it again. We're going to be doing it again a third time. 特朗普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官网——美国第45任总统官方网站，首页左上角还设计了一个酷似美国国徽的官方徽章。官网首页大图中循环滚动着特朗普在任期间的外访照片、开新闻发布会的照片，以及在空军1号上眺望远方的霸气照片等。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商业基因也体现在这个网站里。该网站联系我们选项下，任何登录者都可以填写表格，邀请前总统夫妇出席相关活动。若网友选择定制业务，还可以邀请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对红白喜事、光荣退役、毕业典礼或儿女降生等场合献上祝福或问候。除此以外，由于被脸书、推特、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永久封号，特朗普专门创建了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今年4月28日，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我回来了”，配图为特朗普在自己佛罗里达州一处庄园里的照片。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这是特朗普1年多来首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特朗普称 Truth 平台正迎入数百万人，他发现用户对 Truth 的评价比对推特要好得多。特朗普说，推特越来越无聊，因为没有互动，而他的平台上的互动令人惊叹。特朗普还强调 Truth 是特朗普自己的发声平台，面向其支持者，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每个人，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来 Truth 看看。不过，在任燕言看来 ，Truth Social 的运营并不如特朗普所说的那么理想。他这个平台，我观察美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一片唱衰啊，因为他确确实实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投融资的问题，还有与科技公司合作的问题。据我所知，有几位这个科技工作人员哈，他们会隐藏自己在特朗普公司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目前呢，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还没有跟大型的科技公司取得合作，在招聘员工方面也存在问题，因为他们想要意识形态一致的技术开发人员和员工，但是他们招不到，所以导致他的服务器专业性大打折扣。他有数百万的咨询入驻了，但是他的服务器没有跟上。所以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app 的运营问题。接近60%的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不应该角逐2024年大选，但在共和党内部，60%的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第3次竞选，这一支持率仍属于党内领先水平，比正饱受高通胀困扰的拜登在民主党内部的支持率高出近1倍。与此同时，根据爱默生民调显示，目前特朗普以44%的支持率大大高于拜登的39%，而且拜登的支持率还在不断下滑。选民2个人都不想要，但是相较之下更不想要拜登。中期选举当中，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这个经济问题，也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通胀真正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确实在下降。拜登他在执政期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表现，
比较差强人意，所以大家会普遍认为共和党促进美国经济的一个向好啊，共和党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会更大。尽管特朗普的支持率仍属于党内领先水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斯以及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等特朗普的潜在竞争对手的支持率正迎头赶上。其中最大的挑战当属支持率排在特朗普之后的德桑蒂斯。刚44岁的德桑蒂斯是共和党内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自2019年上任州长以来，其强悍大胆的作风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赢得了多数年轻选民和拥有大学学历的选民支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过去几个月里，佛罗里达州的政坛核心人士以及德桑蒂斯身边的人士纷纷揣测，德桑蒂斯如果在今年11月的州长连任选举获得重大胜利，将使其全国知名度大幅提升。届时，即便特朗普宣布再战2024，也难以影响德桑蒂斯的优势。不过，德桑蒂斯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似乎相当不错。美媒描述其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面对防疫、医疗等政策议题时，德桑蒂斯的立场也都紧随特朗普。就在不久前，特朗普还对媒体提到了德桑蒂斯，他否认德桑蒂斯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并提及当初德桑蒂斯竞选州长时，原本支持率排名第3，没有胜算，但找到自己为其背书后，为此才窜到了第1。与其说德桑蒂斯是特朗普的这个对手，不如说是他的一个备胎，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否认特朗普会遭遇到某些突发的情况，而不能参选。那这样的话，现在德桑蒂斯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备胎我们也看到德桑蒂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非常的活跃也做出了一些非常出格的举动来吸引人的关注。目前呢，应该说他的人气在整个共和党内部是排在第2的但是这个第2离第1应该说差得很远，他构不成对特朗普的一个实质的威胁。除了德桑蒂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在上周被爆出有意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准备与前上司、同属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竞逐党内提名。蓬佩奥向英国《泰晤士报》透露，他已开始在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及加州等多地展开演讲和造势，他将在年底中期选举后做出最终决定。58岁的蓬佩奥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2018年接任蒂勒森，成为特朗普任内第2任国务卿。目前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出任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除了政界的对手以外，近期国会暴乱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也有不少对特朗普不利的证据和证词，这也引发部分共和党人的忧虑。除了担心影响11月的中期选举之外，也担忧会动摇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当地时间7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了第7次听证会。在这场听证会上，特别调查委员会分享了特朗普没有发送的一条推文草案。该推文鼓励人们向国会大厦游行。特别调查委员会质疑特朗普在白宫中的盟友是否与集会组织者就这一计划进行了沟通。特别调查委员会还放出了集会组织者在1月6日之前几天的谈话记录，讨论了让总统呼吁向国会大厦游行的计划，并强调这需要保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卡特里娜·皮尔森在2021年1月20日与时任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通话后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总统的期望是在椭圆广场举行一些亲密的活动，并呼吁大家向国会游行。这些证据都表明国会大厦暴乱事件，特朗普是参与者。在更早之前的6月28日，前白宫助理哈钦森对特朗普绘声绘色的描述更被视为关键证词。他声称，特朗普对司法部长巴尔在采访中拒绝推翻大选结果暴跳如雷，直接在白宫掀桌，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止一次。I first noticed there was ketchup dripping down the wall, and there's a shattered porcelain plate on the floor. The valet had articulated that the president was extremely angry at the Attorney General's AP interview and had thrown his lunch against the wall.
哈钦森作证说，一名特勤局特工告诉他，特朗普在抗议者步行前往国会大厦时，他的安保人员拒绝开车送他去，而是坚持要把他送回白宫。但是特朗普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试图控制方向盘，猛扑另一名特工的锁骨。有分析指出，国会暴乱听证会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在哈钦森的听证会结束后，放弃了继续为特朗普辩解。与此同时，过去1个月的共和党初选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一部分红色州的选民对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不再热情，在乔治亚州、爱达荷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都落败了。英国卫报指出，特朗普考虑要再次参选总统的行为，就是希望为自己可能被起诉而设置保护盾，并以此转移检察官的注意力。有没有可能对特朗普形成威胁？我认为还是有。现在最明显的就是纽约州的检察机关仍然在对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之前，就是他的非职务行为，非职务行为中的一些可能涉及信用欺诈这样的刑事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如果这个调查能够进入司法程序，那么有可能对特朗普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到底能不能走到这一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步骤。而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败局阴影持续增大，拜登是否会被弹劾的疑问引发多方猜测。美国福克斯新闻政治评论员托米·拉伦日前在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直播节目中表示，如果中期选举落败，拜登就会被民主党抛弃。Listen, I think the Democrats are going to wait and see how November goes, and when they get walloped, when they get shellacked, they're going to abandon Joe Biden. 与此同时，就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弹劾拜登的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现年82岁的好莱坞老牌著名影星乔恩·沃伊特也发声，怒斥拜登损害了这个国家的荣誉，他摧毁了我们的道德，摧毁了这个自由国度对我们真正的馈赠，并声称拜登必须被弹劾，而且1秒钟也等不了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就曾表示，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后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就有多种理由弹劾拜登。在民主党议员2次弹劾前总统特朗普后，特鲁兹警告，在弹劾总统的问题上应一视同仁。他说，如果我们共和党拿下众议院，我们将会对拜登政府进行重大调查，我认为有弹劾拜登的可能。今年1月，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科莫也表示，如果共和党能够赢回国会，那么该委员会将要求拜登的儿子亨特为其涉嫌腐败的有关案件作证。科莫指，我们有很多问题，亨特·拜登从哪里得到了钱和艺术品，又是如何完成商业交易的？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古德则说，拜登在处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危机问题时，故意做了很多伤害美国的事。单就这个问题而言，他应该被弹劾。在美国对在职总统进行弹劾，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是吧？之前对特朗普的弹劾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功的希望。美国他弹劾就是以众议院发起，以参议院来作为审判机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弹劾要定罪需要2/3的参议员同意这个在目前美国政治结构中，不是说几乎不可能，是完全不可能所以民主党在弹劾方面花了很多精力这个取得了一些舆论的效应。那么共和党如果弹劾拜登的话，且不说他有没有理由大概也能起到一些这个舆论的效应你要想获得成功也是没有意义的。外界普遍担忧，在美国愈演愈烈的党争背景之下，无论弹劾还是指控，都有可能变成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相互攻击的政治工具。美国民众也由此变成了党派政治下的人质。7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题为《我们是政治人质》的文章，
分析美国选举政治，指出选举中的选择自由只是一种幻想，民众是两党制的俘虏，是政治人质。也有评论指出，无论在接下来的选战当中哪一方获胜，上台后都将面对一个低潮中的美国，民意撕裂严重，社会问题激化，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是美国政府真正应该考虑的。我认为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制度性的泥潭，我们就看美国的宪法，这个宪法的最后一条有意义的修正案是发生在1971年，92年有过一条很琐碎的修正，这个就说7年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宪法的这种修正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71年到现在50多年，这个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它的法律制度完全跟不上，导致各种矛盾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地区差异方面，在城乡差异，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地区的差异方面，乃至社会各阶层的这种分化方面有了很多新矛盾，但是它现在的制度完全无法去应对尤其是现在突出的一点就是议会中的两党完全就是一个互相否决的两个党除了在国防在外交方面时不时会有一些共识在内政方面很难。7月上旬，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短暂访问亚洲之后，多名美国高官先后奔赴亚太多地，展开外交攻势。12日，美财政部长耶伦任内首访亚太，先后前往日本、印尼等国。同一天，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访问柬埔寨。国务院顾问、国务卿布林肯高级政策顾问德里克·乔莱特访问韩国。此外，副总统哈里斯则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高调宣布美国将任命有史以来首位太平洋地区特使，并启动首个针对该地区的国家战略。对此，有分析指出，从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行动不难看出，一方面，拜登政府释放出了一定愿意与中方加强外交接触的信号，日常指责的声音也有所缓和，但同时，实际围堵和遏制中国的行动却仍在继续，言行不一。美国外交攻势除了亚太，还有中东。7月13日，拜登开始其任内首次中东行，但和出访前美国媒体大肆炒作的拜登要利用此次削弱中国影响力不同的是，拜登只是14日在以色列与以总理拉皮德共见记者时说了一句：“美将继续在中东发挥领导力，不会允许中俄填补真空，违背美以利益。”拜登所谓防范中俄填补权力真空的说法，本质上呢是宣扬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论。目的就是以此为借口，笼络地区国家，构建反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呢，是他必须要应对的俄乌冲突导致的美国和欧洲的能源危机，以及美国国内的通胀居高不下，经济很可能走向衰退的这种当前的危机。另一方面呢，是美国认为的将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长期挑战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长远的威胁。美国本来想撤出中东，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但是目前呢，俄乌冲突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重视欧亚地区，甚至需要稳定和中东传统盟友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次与以色列达成了重要科技合作机制与对话，并宣布在先进技术方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要知道，以色列曾被视为防止中国获取西方科技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中美科技博弈加剧的情况下。2018年，以色列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增长了80%，半导体成为了中以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色列出口协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以色列向中国出售了价值26亿美元的半导体。同年，中国从以色列购买的用于半导体制造的检测设备增长了64%，达到4.5亿美元。因此，有声音认为，美国正想方设法不让以色列与中国进行高科技元件的贸易。特朗普政府时期，由于美国施压欧洲、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商，限制了对华的芯片出口，所以呢，中国转向以色列寻求收购先进的技术，
此外呢，中国科技企业这些年来呢，积极和以色列开展半导体的技术合作，中国资本也在进入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最忠实的盟友，他们共享情报系统和外交资源，并且在科技领域呢也是互通有无。所以呢，中国的上述举措引发了美国保守派的担心，他们声称中国正在中东吃掉美国的午餐。所以呢，拜登此行想要为中国和以色列的经贸乃至科技合作设置障碍，也是意料之中的。据美媒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最近还表态称，他计划最早在本周二就瘦身版的对华竞争法案进行初步表决。瘦身版的对华竞争法案源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旨在增强美国在关键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竞争力，因其竞争指向之明确、涉及领域之广、计划拨款之多，可谓近年来各类涉华法案之首，曾被称为对华战略竞争总剧本。不过，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严重的内讧，这项已经在国会纠缠1年多的法案，目前仍然处于难产阶段，相关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因此，舒默决定在美国国会休会前，把这个法案中有关芯片补贴的那部分内容单独拎出来投票通过。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该瘦身版的法案将包括至少520亿美元的刺激措施和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投资税收抵免等内容。一旦通过，将加大与中国在芯片产业的竞争力度。舒默的这个最新的表态反映出美国国会由于两党恶斗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国会发挥它应有的这个立法机构的最基本的作用。我们看到7月13号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联名致信参众两院的国会领袖，督促国会尽快通过旨在提升美国芯片业发展的两党创新法案，从而帮助提高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能力。因此在这个背景下，舒默删繁就简，可能在国会整体要求对华强硬的氛围下推动法案的快速过关。由于这项法案本质上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一系列对华围堵、打压、遏制措施的法制化，也就是形成了法律文本和条文，规范和约束对华行为，那么它对中美关系的这个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外交学者7月13日发表题为《减免关税对美中关系有帮助吗》的评论文章指出，拜登政府认为取消部分附加关税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对高物价的不满，特别是面临年底中期选举的压力，但拜登政府仍然犹豫不决，生怕被解读为向中国示弱。目前政治环境下，华盛顿即使对中国政策的适度改变都可能遭到强烈质疑。对华削减关税政策迟迟不能落地的根本原因是美方还在算计此举的成本和收益。拜登政府在中期选举年削减对华关税，会被共和党攻击为对华软弱和屈膝投降。维持高关税则可能恶化当前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形势，使得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变得更大。由于拜登总统民意支持率现在已经跌至了新低，他将被迫做出选择，在放松部分涉及民众日常生活消费品关税的同时，在科技等领域强化出口管制，可能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So the word depletion is just becoming too common for Americans to hear these days. Our finances are being depleted, our weapons are being depleted, our artillery stockpiles, our oil is being depleted from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Our spirit is being depleted by this administration. I feel the inflation pain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thing is going up and up. 美国零售联合会主席马修谢伊透露，自2018年附加关税生效以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向美国进口商收取了1365亿美元，约合9200亿元人民币，这大大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美国企图惩罚中国，结果反而惩罚